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些关键的议题。美联储主席释放了转鸽的信号，是否预示着留给比特币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或者是比特币主力有没有可能再次盘整长达7周？或者等下也来研究周线顶部套牢的这一张压力图表所涉及的时间之势，是否可能与这7周的时间窗口存在一些重合之处啊？包括期货我们要如何应对？国语讲的烂，如果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我10多年经验写出的机器人交易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哦。昨天的视频也是有讲到一个时间，也不排除有没有可能比特币在这个位置重新整理7周的时间，到时候会不会在10月份往上突破？自上一次的暴跌，目前已经是整理了接近10根的 K 线。包括昨天鲍威尔在全球央行会议上面的讲话，其实也不重要啊，这些新闻重要吗？一直有预期就是美联储要把通胀压低到2%。不过昨天的那一个讲话有一个重点，就是下一步要审慎行事。那预示着美联储在23年的9月份是否要开始停止加息，或者是也是有新闻报道，现在是有预测有可能在24年的7月份美联储要开始降息。所以个人感觉留给比特币的时间应该是不多了，到底有没有可能在10月份上涨？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为什么目前价格不涨啊？我们细心观察一下比特币在历史上2021年到2022年5月份的这个区间，或者是上面这个空间的 M 头，现在还有一部分筹码，我相信在这一波比特币 20K 下跌的底部位置，或者是 FTX 交易所崩盘的15K 底部位置，筹码不会完全的清洗干净，所以有可能时间我们观察一下，就是这一根 K 线在2021年的1月份就有预期美联储未来要开始加息，所以后面上去风险也是非常的大。这上面的一部分套牢筹码，如果我们画一个时间，从2021年的1月份到这个位置是在2022年的5月份，当时这一根下影线不是已经跌破了这一个支撑位，那这里面的时间是69周。如果我们从底部开始，比如说 20K 这个位置去计算，或者是这个 15K 的位置底部去计算，它要这样子直接微上去，那要有多大的资金来推升？所以主力就是一步一个台阶，拉到 26K 或者 25K， 重新压回到 20K， 拉到 30K， 又重新压回到 25K， 或者是再涨到 30K、31K， 又重新压回到 25K。 这里面的一个道理，如果有做过操盘手的都知道啊，资金就算再多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一直这样子强拉上去啊，你都要不断的拉，然后整，或者是再洗，然后拉抬再清洗，拉抬再清洗，不断的清洗，所以高点的位置给大家踩刹车。不过这一波压回来的几个点位，它这几个位置最终也给跌破。那现在来到 25K 的低点，我的观点是，期货如果要开的话，100倍你防守也要给我设好。我个人是觉得 25K 空间是非常的舒服，但是主力并不会马上就这样子强拉上去啊。我的观点是，也不排除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在这边是否要横盘7周，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面的套牢筹码是69周，然后我们从2022年6月份，记得当时是在破 20K 的位置，希望朋友们 20K 下方要开始重仓去抄底比特币。我们拉一个时间去观察，其实到这一根的话，目前才62周，所以我的观点是，再加个7周，有没有可能69周以后，这边的时间点也是重合在10月份？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比特币如果真的整理到位，会不会往上突破？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历史上，比如说2017年的熊市，比特币在2017年的高点，熊市开始走空以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上面一大片的套牢筹码，最终是在18年的11月份这边正式跌破$6000的时候，这一片套牢的筹码时间是47周。然后如果我们从比特币在2019年的这个位置，大约是在$3000去计算它的一个时间，从低点到这个位置，它的时间也是会超过这个时间。所以也是不排除历史上有这种经验，第一浪上涨跟第二浪压回的
时间或者是空间我们先忽略不计，或者是包括这一个疫情的下跌的空间我们也忽略不计。如果把这一个整理的区间接到这个位置，那是否代表着比特币当时就是从这个位置已经是充分把上面47周的套牢筹码，就是在这一个一浪到二浪的位置已经是全部清洗或者是清洗完毕。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3年到整个2014年的熊市，从2013年的顶部位置拉到这一根 K 线，不是最终崩盘要触底的位置，这上面的一个套牢筹码时间是56周。然后我们从2015年1月份的底部，就这个低点连接到第一浪上涨到第二浪里面的这个位置啊，因为当时这3根 K 线涨到高位的时候，其实价格都已经非常接近这个高原的位置，它后面根本就破不下去啊。所以这里面的时间我们参考到这个点位，也可以看一下15年的底部到比特币第一浪或者第二浪横盘的时间，到这根 K 线是57周，它也是大于这一个56周，就是前面套牢的筹码，后面有可能继续横盘到位，比特币就会往上突破，或者是往上突破你要小心，它有可能还会压回来，比如说去测前面的一些支撑区或者是这一些支撑区。所以总结下来历史的经验，上面的套牢筹码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继续震到今年的10月份，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啊。昨天也是有提到，如果它真的要在横盘7周，也就是刚刚周线里面目前还差7周，7749啊，你这个数要去记住啊，这个数字在易经里面好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而且7的这个数好像在西方世界也是非常吉利的一个数字啊。那如果这个位置也要整理个7周左右，53根的 K 线，有没有可能上面的套牢筹码在这边充分洗盘换手到位？就是上面的套牢筹码可能时间整理久了以后，他就觉得担心，或者是比特币是不是有可能会下去，主力在这个位置整理的目的有可能就是这个目的啊。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短期的均线图啊，5天的均线或者10天的均线目前都在这个区间，上面也是有非常多条均线压在头上，包括这一个10天的均线现在有可能谈不上支撑跟压力，随时也不排除会不会突破，但是它就算突破这个10天的均线，有可能也不一定会大涨，主力也不排除还是在这个位置整理啊，整我们散户，因为上面还有20的均线或者是60的均线，成本是套在这个上方，所以也是不排除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继续箱体震荡。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指标啊，KD 指标现在是在金叉，或者是 MACD 有没有可能下一步也要金叉？不过我的观点也要留意一下，它金叉是在水下，而且这个20MA 压力是非常的重，所以如果 MACD 有金叉也要留意它是在水下，或者是真的有上去，也要留意这个20的均线会不会有压力，它有没有可能还是在这个位置箱体震荡。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